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小河神，果然气宇轩昂，眉宇间还隐约透露出一股哀伤，是在忧国忧民吗？说事儿。顾小姐，哎，在天津卫这个地方，什么地方算是人杰地灵呢？龙王庙啊！龙王庙敬龙王，所以老百姓最信的就是龙王，对吧？不对，信的是老河神老郭师傅。老郭师傅德高望重，应该一样天天修身养性，远离俗世纷扰。当然，那龙王庙除了老郭师傅，还能不能再找着一位在天津卫说得上话、平得了事儿、一言既出人人闭嘴的大能人？好找吗？还用找吗？懂了。非奸即盗。郭兄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那个化肥厂现在已经开始生产了，可周围的乡亲们对我那个产业还是有很大的偏见，他们觉得我那生产的是毒水，把土地都烧坏了。更过分的，还找了好多地痞流氓，天天去我那儿搞破坏。我本来想给他们点钱，打发走就算了，哎，他们还跟我那赖上了。你说我一干实业的，我又不是养懒汉的。哥兄，能不能帮忙斡旋一下？你不是跟我说要跟郭二哥商讨民族兴亡的大计吗？是啊。化肥兴农，匹夫有责。化肥厂办不好，老百姓怎么吃得饱？老百姓吃不饱，怎么安居乐业？不能安居乐业，是不是民族兴亡的大计？我呢，就是一捞尸的，如今都封河了，自扫门前雪都费劲，最多只能随便掸掸隔壁的瓦上霜，胳膊真伸不到您的羊粪场里去。再说，流氓闹事你找警察呀，要不然，你可以去找深明大义、忧国忧民、关爱百姓的丁大秘书长反映一下。我想过了，如果丁大秘书长出面，那这就不是小事了。上层建筑观念的差异，还得从天地头渗透，不是？你看这种江湖上的小纷争，小河神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第一，咱俩没交情；第二，我跟流氓也没过节。我这人什么都不认，就认理儿。老百姓说你的羊粪是毒水，无凭无据啊！你说你的化肥利国利民，我又凭什么信？说的对，蔬菜瓜果全是我实验田里自己种的，浇的是海河水，施的是化肥。你看看那个头，你再咬一口，你尝尝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东西呢？不是这个，那个。我在路上全吃了。以后龙王庙所有的菜，我管行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的菜吧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。哎，何人也？真的？真的，不打你，你过来。你说话算数啊！你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不是我领着你们出去做事儿，你能挣这钱，关我事儿不关我事儿啊？不就几个拜门钱吗？周记香油布可是老字号啊！二哥去那儿当学徒，2天上千，就回本吧。我怎么就不明白了？你说你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，你干嘛死乞白咧的，非得要去倒贴呢？啊！河都封了，老师队没了营生，我不能让郭二哥去喝西北风啊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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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他过点友，能喝西北风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
就你那宝贝郭二哥呀，他不光是没去，他还把那拜门的钱收回来以后揣到自己兜里了。真的？当然，做得对呀！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怎么能去干那磨豆子打香油的事呢？啊，娘！行，打今儿起，甭管你是龙凤还是西狗，你爱跟谁过你就跟谁过，反正你抱来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不值钱的铜锁，上头有你本家姓氏。你姓顾，我张某某啊，管不着。您是我亲娘。走。对不起呀！娘，要说二哥也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要是嫁到山西两广什么的，您后半辈子谁来孝敬你啊？我俩守在您身边，还有啥不放心的？就因为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所以他有多大能耐，我才最清楚。还指望他孝敬我，他只要不坑我，就算他积了大德喽。说什么呢，娘？就这么说了，你还别不信，你把他喊来说说婚事试试，你看那小子敢来不敢来？你没跟他说这是什么饭呢？前门香烛铺左个儿请我要几张符来着。娘，二哥，你俩先吃着，小女先退下。我说你怎么敢来吃这饭呢？笑话，断头饭我都敢吃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小葱拌豆腐一穷而来，白水煮螃蟹盖，那是油盐不进是吧？没错，但架不住它硬啊。矬子里头拔将军，你就将就着了。没辙，谁让您闺女喜欢呢？这葱爆猪舌，就是油嘴滑舌了；这凉拌猪皮冻，就是没皮没脸呗。不是，今天我把话给你撂这儿，新房必须2进院，金镯子、金耳坠、金戒指，那是一样不能少。新婚当天，登迎楼20桌，没得商量。我多问你一句，您这是讹哪家公子呢？要是能称上公子，那就主贵喽。我们家顾影但凡有点脑子，瞧上别人，今儿个犯不着我在这儿跟你谈呢。我什么时候说成亲了？郭大友，你都耽误我们家顾影这么些年了，你今天油嘴滑舌，说不娶就不娶了？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耽误啊？我娶小影那是早晚的事儿，但是您现在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较上劲了。行，这么说，你想反悔啊？我什么时候成亲，难不成还您说了算啊？哎，今儿个就让你瞧瞧，我说了算不算？哎，小河神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，小河神！贵呀，家里得留块薄砖，藏点烟酒钱，但别埋太深啊，就在面上，这叫灯下黑。哎，小郭爷，那什么的时候啊，姑娘腰底下垫一个小枕头，好使哦。要是还怀不上的话，就找大娘抓药，准灵。能耐呀，可以啊，这么大的一个事儿，闷声不吭，兄弟也不言语，
像话吗？不是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说什么呢？装，再装，全天津卫除了聋子，谁不知道你跟顾影要成亲了？死婆娘！哎，郭爷，郭爷！这茶，你是拿热水沏的，还是用你倒的苦水沏的？给您泡杯茶，您就喝着，免得我火气太大，了着您。这俗话说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这张生婆倒好，明摆着逼老鼠种田，赶鸭子上架，我又没说不结婚，非闹得天津卫人尽皆知。大灾大难躲得过，老娘们来劲不好躲。趁人家还不嫌弃，该结就结了吧。师傅，我还以为这龙王庙是唯一能让我耳根子清净的地儿，怎么连您也这么说啊？什么方配什么药，那都是天定的，改不了。哎，今儿您怎么配那么多的药包啊？您给徒孙准备的？晴天也有响雷的时候，凡事啊，多预备点儿没错。有人来了，应门去。我怎么没听见啊？王小姐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博鱼酒家，看来我买对了。这味道天津城一绝啊！说要请我吃贴饽饽熬小鱼，这都多久了？等不及了，先请你吃喽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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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摆桌的功夫就没影了。得，忒没口福，咱们吃。王小姐，我这日子过得糙，不看电影不看报的，您最近又有什么新作呀？郭先生不看报，可是您总上报啊。惭愧，惭愧。我现在啊，不拍电影了。退隐了？电影不拍了，不过我最近要唱一出戏。送一张票。哟，这是喜妾连理鸳鸯成双的好戏啊！必须看，必须看。也不知道这唱新郎官的是哪个角啊？光看样子，还真想不到是个在世界上都能呼风唤雨的人呢。人不是你去接的吗？怎么好像第一次见似的？那天天黑又下雨，帽檐压得又低，我根本没看清长什么样，搞得神秘兮兮的。这个外交官，海外背景可不简单。当然了，他的全部接待事宜都由我亲自负责。还是都督专门交代的。搞这么大阵仗，就为了结婚？不然呢？小影她亲爹？我也只是猜测，还没有定论。有什么证据啊？21年前，微良还在天津的时候，有个女儿。
刚出生就被拐走了，一直没有找着。小影今年21岁，可那个时候蘑菇道满天津城的罗小孩，丢孩子人家海了去了。可顾小姐，她为什么信顾？她为什么信顾？因为她娘姓张。这次来，除了送请柬，也是想请您帮个忙，打探，顾小姐，她是不是有什么生日政务？如果真是离散骨肉，那能重新团聚也是好事啊。凉了，吃菜。这婚还能这么结，太洋气了。有这么个事儿啊，我呢就随口提一句，你呢，反正也就随便提。哪儿都挺好的，咋没摆上席呢？全是凉菜，也没个肘子。那我就吃个面包吧。这叫蛋糕，不是？应该还没到点儿吧？到点儿自然就上了。不是，前2天，王美人给我送喜帖，她跟我说啊，她说羊粪啊。福斯港3季，应该有3幅，这是其中1幅。劳席，法兰西商业画家，虽然技法纯熟，但是产量极高，大都是商品属性高于艺术价值的流通货。他的情人据说是一位著名女演员，和今天的新郎官一样。你也认识顾微良？我当初去德意志进修，就是顾先生帮我引荐和择校的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，气宇轩昂，玉树临风，眉宇之中透露出的气质，绝非泛泛之辈。果然，再见面，人家已是大外交官了，还娶了大明星。再看看我，一事无成。时间就是机会，你还年轻。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有身份的显贵。不如让顾外交官给你引荐一下，或许对你的化肥事业有帮助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老头捯饬起来还挺精神的。不过王美人也不至于能看上他吧，都能当爹了。爹？可不是爹吗？哎，你姓顾。他也姓顾，要不然你上去攀攀，有可能他真是你亲爹呢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哪有那个福气啊？要他当我爹，那王美人就是占谁便宜呢？不行。天津市市长白继文先生礼金600大洋。天津司令部总司令武作南先生礼金800大洋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顾先生，薄礼一份，聊表心意啊。这是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的
亲笔题字儿，龙凤呈祥。您笑纳？白市长客气了。这字儿要挂在我人中龙凤二哥的婚房里，最合适不过。错，是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。对对对，白底儿黑字儿，大喜的日子不吉利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你也收了。看看我的啊，明代大家的和合二仙图，祝您跟夫人百年好合。我牛真吧，战国时期上阵杀气有太正，这也能用来随礼，煞气多重啊！顾先生，武司令这是希望您和王小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官运亨通，牛气冲天啊！恭喜恭喜！司令有心了。哎，这人够机灵的，吃铁丝儿拉罩里，真够能编的。两位，里边请。顾外交官请。武司令请。顾外交官。锣鼓倒满天津城拐孩子那年头，那顾外交官正好在天津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刚落生没多久，他女儿就不见了。你说巧不巧？然后就。队长，快走！队长，王队长脱了衣服了！王队长，他搞不动了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快！队长，您先别动气。虽然死的是外交官，是个大案，但是您想，如果这个案子要是您给破了，那不也算是大功吗？一群不要紧的废物点心，都撒出去给我擦！都已经出去了，这警局都空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仨？哎，顾队长，听说您这儿缺人手，都督专门安排我来给您搭把手。咱俩搭帮结伙，把外交官这案子给办了，这不离得近吗？有商有量。哦，这曾副队长这是临危受命啊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天津卫最近是乱成一锅粥，警局是连狗都不够使了。瞧您说的，好像我是狗似的。哎，瞧我这嘴也没个这来。我是说啊，前2天警犬发电，
跟人抢骨头，那抢来的骨头有那么好啃吗？结果怎么着？噎死了。哎呦，这可惜了了。不过这少一张嘴，您副队长不就多口饭吗？哎，放这儿！这什么呀？我得跟副队长脸对脸儿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副队长的每句话我都能听仔细了。哎，赵大耳，你怎么办？擦什么？我刚擦过。哎，住手，住手！哎，队长，这他们太过分了！我这牌子呢，关上。头茬卖没熟，甭想割二茬。这老大还没怎么着呢，他过来就想把事儿办了，这也不符合规矩呀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这么着吧，啊，这老大的婚事啊就不烦劳你了。这寻亲家、下龙凤帖、送定礼、摆酒席、出力，我全揽了。出手你可别小气，这鹅龙、酒海、喜饼、肘子一样都不能少。我跟你说，单奔兜里银钱多，娶了媳妇儿烧破锅。大哥一个人逍遥快活，成哪门子亲？怎么着，在你家不让我吃？在我自个儿家我也吃不着，想吃人饭是吧？那你倒是说人话呀！师傅，我一向是长者为尊，您说我现在是还嘴呢，还是还嘴呢？今天正好是小影没在家，咱们见底儿说话。也就是我那傻闺女，她芝麻绿豆蛤蟆眼，才能瞧上你这个没出息的赖王八。要不是我怕耽误小影，谁能把自己个儿的这个亲闺女嫁到你们这个破义庄来？师傅，你听听，得，那个，你把小影的生辰八字拿过来呗。哟，你还怕他克你呀？那结婚是终身大事儿，必须按规矩，咱不得要个生辰八字，掐个良辰吉日，定喜帖啊？那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你和小影都是你师傅抱回来的，小影没有你有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小影什么时候抱回来的？年头多了，记不住了。那算八字是要生辰的，你光记住了什么时候抱回来有什么用啊？往后我俩睡一张炕，可不得互相了解。你们俩光屁股长这么大，你还想了解他什么？就算是一辈子的交情，也未必知道他肚子里想什么。小影他亲爹，没准是那外交官。谁？你说谁？就烧成炭灰子那个？啊，小影知道吗？还没跟他提。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其实吧，这人要没死，也算个大团圆，不是吗？现在人没了，就别说了。吃饱了没有啊？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你光进不出，你不憋得慌啊？啊？哎，吃好了哈，那这鸡呀，我就给小影端回去。人生一世，图个平乐。甭添堵。这出门点灯，过河走桥，这把年纪的人了，不比10几年前，凡事还能伸长了手够一够。什么树枝落什么鸟，心里都明白，可别玩砸了。
师傅，这老神婆说什么呢？什么10几年前您搞砸什么了呀？结你的婚，其他事别打听。丁秘书长，谢谢。这回怎么不是盐水啊？因为您今天没有预约治疗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耽误你后面的工作安排吧？没关系，后面的病人可以等。好。那我长话短说，你之前说银铃峰可以聚焦记忆中的细节，所以我想……您不会是觉得银铃峰可以用来查案吧？怎么，龙族人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丁秘书长，如果您要查案的话，应该去警局会比较稳妥吧？我这里是治病的地方。我就是来治病的，案子破不了，就是我的心病。崔疯子一案能帮上忙，真的是无心之举。好，我也就是随口说说，别放在心上。打扰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里是治病的地方，所以我只能工作。但在别处，也许可以聊些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好。你说，肯肯也不见人影，肯定是去查案。查案，那他肯定要去见王美人啊。王美人现在是个寡妇，寡妇门前热闹就多。干嘛去？给郭老二贴张散妖符。贴什么贴？坐着。我就想不通。你喝了什么迷魂汤了，就能想动他？你得空啊，还是给自己贴一道改命符吧。改不了，我这辈子啊，就是嫁给郭老二的命。什么命也不是自己说了算。想当初你们家人要把你看好了，没准你现在还是个金枝玉叶的命。二哥也这么说。说那位教官姓顾，我也姓顾啊，说不定还是一家人呢。你就说梦话吧你啊！第一次正式见丁秘书长，我发现丁秘书长果然是气宇轩昂，玉树临风，眉眼间隐隐还能不能换点新词儿？啊，才恩取直是集人类智慧与人民福祉完美结合的典范。过奖了啊，一点都不过。我在德意志的时候，就听说您专门请了水利专家来天津督导这个才湾取士，佩服。你在德意志？惭愧，我是柏林工业大学学工业化学的。这次回国呢，主要是想把欧罗巴的化学工业整个带回天津，也算是
效仿丁秘书长的做法。不敢，国工大的化学还有通用科学是世界一流，我只不过是在红堡学了点法医的皮毛而已。红堡大学？嗯。哦，你这是不是住的那个夏洛登堡？哎呀，我就住康乐大街。是吗？那没准我在北京饭店吃饭的时候还碰到过你呢。哎，你说的是不是那家，就门口贴着童叟无欺的那个？对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那家现在关门了，现在是个理发店。早就该关门了，是吧？每次结账都多算钱，还说什么4舍5入。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们急过眼。哦，他怎么跟我说的？你是童啊还是叟啊？行不行？你是童啊还是叟啊？说正事儿。跟现场遗留的粉末痕迹一致，郭维良确实死于磷粉自燃。磷粉的燃点再低，至少也有40度。西湖饭店哪有这么热呀？凶手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想要达到这么充分的燃烧，郭维良身上一定携带了不少磷粉。白磷气味类似于大蒜，他怎么没闻出来呢？快点，快，找点钱！撑住了！灯什么时候安的？婚礼的前一天，顾太太的助理从电影公司借出来，临时换上的。哎，丁秘书长！哎，丁秘书长，倪警官，您不用看，我那是水银的表，46度，46度半。表大，克数准。多半度吗？对呀，46度。46度，差半度也够着起来的了。你为什么多半度啊？表大准啊！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你拿过来，我给你啊，拿过来，我这儿啊。拿过来，我给你啊。哎，我脚就麻了，你姐。这是微量的过敏药。顾先生还有过敏症吗？微良的老毛病。婚礼前几日，过敏症犯得厉害，他专程拜访了一位据说是天津最懂药的大夫，求了一味偏方来，每天都要涂掉这么一瓶。听我的啊，横着拉，这才叫封门；斜着拉，方便过人。哎，你别斜着，横着拉，斜着拉。你见过斜着拉？横着拉怎么过人？斜着拉怎么？斜着，横着，斜。哟，丁秘书长来了。来，您给评评理。您说这斜是横着拉还是斜着拉？竖着来了。啊？哎，斜了。
这药膏啊，有问题。这什么问题？哎，我就是一羊粪，我不懂这个。您是干实业的化学家，又不是养懒汉的混子，怎么可能不懂呢？我们这样的呀，自扫门前雪都费劲，最多掸掸隔壁家的瓦上霜。哥呀，真伸不进您和珅的案子里。但顾外交官的生死关乎民族兴亡，难道不是匹夫有责吗？哎，民族大计正好啊，您找关爱百姓、深得民心的丁秘书长啊，我呀，就算了吧。哎，君瑶哥，这上层建筑的案子，可不得从田间地头查起吗？别的我不认，我就认个理儿。外交官王子婚礼于您这就是大案要案，可我这化学厂都停工停产了，就是鸡毛蒜皮。哎，这事儿简单啊，那地痞头子老史跟我师傅是10几年的牌搭子，跟他说明天码头集市，小和珅跟他叙叙旧。你记得上次我在这烧什么了吗？磷？对，这个药膏含磷量极高，磷析出之后，全部囤积在皮肤表面，再被高温灯点燃。这杀人嘛，投个毒、捅个刀、开个枪什么的，多直接啊！整这么迂回干嘛呀？问凶手去啊！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君瑶哥，果然气宇轩昂，玉树临风，眉宇之间带着一丝小忧郁，却充满智慧。您再给看看这个啊，什么东西啊？那天顾维良垃圾桶里捡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那姓郑的你信得过啊？不自信，小孩把戏。这顾维良结婚就是个幌子，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见信里提到的那个人。亲如夫妻，却毫不坦诚，还不如陌生人。虽然结婚是个幌子，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之间没真情啊？真情，真情，得真。掺不得半点假。对，我们萧大社长做人贵在真字，丁某佩服。应付我是吧？哪儿敢啊！我心悦诚服。哦，对了。我好像都督交代的事还没办完，我得去一趟。刚才怎么不说啊？馄饨就快送到了。这不才想起来吗？下次一定陪你吃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办公室啊。哦。
请进吧。我刚才看到的是什么？银灵风可以制造幻觉是吗？哪有那么神？只是辅助营造。探知内心真相的适宜环境。您看到的是大脑更深层的记忆和思考。所以你为什么在未经我同意的时候就使用银灵风？难道这不是您这一次引药来的目的吗？坐吧。您被困在了某种定式当中。对啊，现在所有的线索就像是一个死循环，怎么都绕不出来。要不这样，你再对我使用一次银灵风，看有没有什么细节是遗漏的。无论重复多少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刚才没能帮您找到打破循环的线索，或许这个线索根本还没有出现。新牌欠摔打，调教是规矩，要记9条，就算是龙凤，也与我这万字清一色没嘛关系。来了也不好使。等等，碰。五魁，呼了！嚯，装点清一色本会万字龙捉五魁，漂亮。但您要是没有我这龙凤章，万字可就得断腰，没关联。屁大的地界儿，山水总相逢，砍单怕绝章，相互行个方便。这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门清乘2，清一色乘4，本会儿乘2，龙乘2，捉5乘2，东西闲家各64番，郭爷庄家点炮再乘4，256番。点炮包装，二位的也都算我头上。要不说您是小河神呐，懂规矩，顾周全。这金门呐，还是要给郭爷一份面子。行了，这牌打得差不多了。到时候我这位开化肥厂的朋友范先生，会把钱送到各位府上去。书牌喊停，是爷们儿。新牌欠摔打，咱也玩了那么多圈了，也摔打差不多了，还提嘛摔打呀？都是朋友嘛！啊，以后啊常来。哎。别走啊！啊，玩人半天牌，输那么多钱，我化肥厂的事怎么一句都不提呢？行，师爷，说嘛，6月份饭局来不了了，火烧外交官那案子破了，他得蹲局里值班。
这凶手抓着了，抓着了，都关进牢里了。戏子杀亲夫，凶手是那大明星王美人。嘿，这戏呀，好看了。嘿嘿。干嘛呢？这是你坐的地儿吗？春儿，小河神这是要工钱来了？哎，不对，风和了，捞尸队没营生了。我说您这位置比老傅那儿要宽敞舒坦多了，可办起案来怎么比他还糊涂？小河神有何高见？您哪只眼睛瞅那王美人像是凶手啊？引发顾维良过敏的布方，王美人买的；含磷粉的过敏药膏，王美人亲手涂的；点燃磷粉的高温灯，王美人找人从电影公司借的，断他过失杀人，冤枉。你们一群不要紧的废物！哼，我说为嘛抓不着人呐？哎呀，作妖的折头王八都躲进阴凉地儿。哪儿啊？天儿晴，王八都出洞了，满大街溜达找食儿呢。嗯，我呀，就是那有水的王八，瞅这案子新鲜，想见见人。人都已经招了，那不得见了才作数吗？嗯，天津卫出大案，都得给和珅端一端。他是王美人是要犯，按条例不能见。按条例，杀人犯得复审，我还没审呢，这样子能过啊？巧了。郑某受命下来督案，结不结案，在下正好说了算。我的妈呀！下来！郑队长不是副职吗？嘛时候上去的？啊？这以下犯上，藏的是嘛花花肠子？肠子得留着吃官饭，哪敢藏花啊？上头指的是都督他老人家，不希望这事再这么传着，毕竟烧死的是官面上的人。点子托翅子顶锣，坚定手擀面，线上炸老河，得散渣儿。告他了，这儿能不散吗？您二位聊什么呢？吃食。哎，队长，面。给牛头马面扛2天起，就不认是真阎王了。滚！查看政务，事关机密，没有命令，谁也不能进。明白。是。
事关机密。你怎么跟来了呀？开什么玩笑？真把我当梯子了？梯子可比你听话多了。行，那我出去了啊。香菇，我现在头有点晕，这窗户是下不去了。走门。哎，别压了。什么都别碰。那碰你行不行？碰你行不行？就碰你。哎呀，二位，咱来这干嘛来了？哎呀，这。副队长，最近过得好不？哎呦，香菇啊，一言难尽呐。这么些年，眼看就脑层破了，哎，冷不丁来个姓曾的，好嘛，这些年的修行全白费，一遭变回臭媳妇儿。早知今日，当年就应该跟我表哥做南北买卖，倒腾批货去。你表哥发财了？发大财了！哎呦，不过听说最近过得也不太顺序。那个，那个我，这个副队长他在你这个你什么？真巧。白心，咋跟上碰牌了？刘道子也不懂嫖啊。兄弟，怎么在这儿见面了呢？上来也不言语一声，的意思。哎，谢谢香菇，我能听懂。对喽，郑某就是先前不懂，为了搞明白二位的黑话，着实下了一番功夫。点子拖赤子顶锣，见丁手擀面，意思是敌人拿大官压着，想见人没戏。线上扎老何，得散渣儿。郭爷的意思是，那老贼来抢地盘，咱得合作。哼，后来我说，搞塌了，渣能不散吗？意思是，说得对，睫毛我得帮。我是那个敌人，也是老贼。副队长公职在身，您这么帮不合适吧？曾副队长那么问，是真拿傅某当副队长啊？您督案天经地义，可这二位，曾副队长啊，刚来不久，天津地面上的事儿懂得少。这话怎么讲？酒河下哨，鱼龙混杂，他邪乎啊！自古官帽镇的就是魑魅魍魉，那也得先辨得出谁是魑魅，谁是魍魉啊。三教九流，绕着关走，牛鬼蛇神，您认得哪一路？
认的又有啥用？哎，和珅神婆不是白教的啊！哪天夜路走丢了，还得仰仗他们呢。结案了，谁也不用仰仗。哼，没报给我的案子，能说结了？顾维良身份特殊，关乎国家安危。南京危机引发恐慌，关乎百姓安危。都督的官帽也镇不住这邪乎了。都督的命令啊，那得办呐！你能不早说呢？爽妹，进来。都要点紧呐。政务都拿走了，还不收队啊？走，您先请。呸！白忙活。我看看这是啥邪玩意儿？你嘛事儿啊？我揍你！一起看，一起看。我拿着。嘛没有？你拿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蛐蛐的不会盒啊。带上，相信。哎，来，给我。下潜9米，早做30分钟。如果按这个效率的话，我们很快就能拿到27所要的数据了。也别太乐观，水下能见度很低，普通光源要想投射10米水体，需要很大的瓦数，但很容易因为冷热对撞发生等地爆裂，增加粗点危险。我听说有一种化学气体可以发出低温冷光，但化学我不懂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德意志那边的专家。我代表天津百姓，感谢您对台湾取值的支持。要感谢现代科技对你的支持。科技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维度，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走这么快，飞这么高，潜这么深。人类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广阔了。对啊，我们中华需要更多的科技啊！赶日子包裹，把剑起好来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，他跟你一样，宁换不忘过。抱歉啊，还没您了解中国文化呢。东方的过去很迷人。此前否决了河道方案，是为了保住这座女子学院，但河道清污需要水流达到一定的流速。还好我们发现能满足高度落差的路线，还有这一条，只需只要拆除一座破庙。罗庙？没有别的方案了吗？必须选一个，龙王庙还是女子学院？如果确定，要尽快疏散周围的住户。1898年，英国化学家拉姆塞和特勒佛斯从液化空气中分离出一种气体，
用放电管激发出一种极其绚丽的蓝色强光，取名氙。这种气体释放出的是冷光源，温度较低，所以氙也被称作 Xenanim， 意思就是陌生人。跟你不熟嘛？哦，没必要那么热情啊。所以，氙灯做一些简单的断电处理，放在水下，即使整个灯体爆开，也会马上短路，不会触电。所以说很安全，绝对安全。好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就会有技术人员来跟你对接，还会带着顾问费。丁秘书长。我回荷兰，不是为了赚钱。我不缺钱，天津也不缺钱。可是中华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，因为粮食欠收，吃不上饭，甚至饿死人。我就是想让这些老百姓知道，我这个化肥它不是毒水。我这个化肥是可以救命的。丁秘书长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，就算你没有见过别人的农业技术，至少你也感受过别人的生活氛围。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，不是因为它船坚炮利，而是因为那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对未来生活充满期望，不为下一顿饭发愁。可我这个化肥怎么那么难？刚才说的话能记住吗？啊，跟我去见个人。谁？农商部负责人。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跟他说一遍。少爷，啊，这房子已经找到了，可是不知道郭爷愿不愿意搬呢？少爷，我先忙去了啊。你这脚脖子上成天挂一破锁干嘛呀？你娘怕你跑丢了，给你锁上啊？你懂个屁！这是我的本命锁，郭伯伯捡我回来的时候就带着，带上它就忘不了我是从哪儿来的。你从哪儿来的呀？不就是粪坑里蹦出来的吗？郭龙儿，你痒痒是吧？夫妻拜了堂那个就是那个通灵鸟，还有那个冰皮莲。从今往后，不管你得了多大的病，你遭了多大的难，你得到了多少金银财宝，你当了多大的官，今生今世恩恩爱爱相处共患难，那个难，完了，难，说说得了，还当真了呢。不呀，我的小神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那句话是说给谁听的？谁听的？好了，这盖头都掀了，赶紧吃吧，要不然鸡屁股没了啊！谁敢动我的鸡屁股啊？您的屁股，我们可不敢动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没大没小，说什么呢你啊？哎呀，你叫谁嫂子呢？你向着谁呀你？别乱叫。来，敬嫂子一个来啊！来，敬嫂子，干了，来干了，干了。老九，
泥娃娃是郭爷大哥，这咱不论啊。郭爷是咱捞尸队大哥，对吧？这老嫂比母小，叔子是儿，长嫂为母，以后咱捞尸队都得管您叫声娘了。来，大伙儿叫一个娘。谁是大嫂啊？有的紧才是。哎，不是我说您呢，您从哪儿弄来一个红脸蛋子村姑啊？这能跟咱郭大哥般配？明年是不是还得拴个大胖小子回来，再办个满月酒啊？哎，牛哥，这你就没整明白啊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戏做全套。泥娃娃大哥结婚挣份份子钱，郭爷再结再挣份聘礼钱，这叫算盘打得叮当直响啊！小兔崽子，不让你跑！郭老二，吃饭了。吃饭别管郭爷了，这男人结婚前呐，一般都得焦虑一阵子。我鸡屁股，鸡屁股。浆糊抹褥子上了。大清早你粘什么床？起来！师傅，您说这一把钥匙是不是只能开一把锁？一把钥匙开天下的锁，那不叫钥匙，那叫贼签儿。俩新婚到哪儿去了？没大没小的，有没有人管？新媳妇要敬酒了。喝酒好，好在能让人糊涂。一帮懒货，吃完喝完，抹嘴撂这儿就走，还得我收拾。行了，放到我收拾吧。这师哥结婚，师弟不出力，不像话。哟，懂事儿。这婚呐，他自个儿结，都替他包办，不如拜堂也找个人替了得了。我求之不得呢，除了洞房，我都想别人替我来。师傅，卖花嘴呢。这是给您带的糕点，我知道不能说点心，还有瓶白兰地，这是西方皇室才喝的。兔子养一窝，总有一个孝顺的。哼啊！我呀收桌子，您就逗兔子。我都说了，别收拾了，一会儿我收拾。哎呀，酒呢是孝敬师傅的，这个送你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结婚了吗？龙王庙又破又旧的，怎么能当新房呢？送你一套西式公寓，抽水马桶、电灯、电话一应俱全，还有佣人每天给你们收拾房间。师傅，你顾影只管乔迁新居，车马人手算我头上。别客气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不是，你这是让我们搬走啊？师傅年纪大了，龙王庙有饭朝，搬个店儿，腿立马就好了。丁王，哎，这么多钥匙，这房子得有多少门呢？就一扇门，那都是备用钥匙。那么多钥匙开一把锁，这哪是钥匙？这是贼签儿。说吧，安什么贼心？得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师傅，这裁湾取直，河道改流，恐怕龙王庙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如果河道不走龙王庙，就得淹启智女子学院，那里边住着几百个女学生呢。再说，那学校不也是古建筑吗？笑话！自打有天津卫，就有我们龙王庙。乱鼓，你鼓得过这儿吗？这说到底就是个义庄，庙都快塌了，也没香火。要不这样，你和师傅要是非得住庙里，咱就把这一砖一瓦都标记好了，搬走，找个地儿咱再给砌上。门口那佛头我也给你拉走。
所以在你眼里，咱这龙王庙就是破砖烂瓦和一个佛头。那你还想怎么着啊？啊，裁湾取直，造福百姓，这事儿你懂？怎么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这么小民意似的？我小民了怎么着？烦请你丁大秘书长一步，啊，别到时候跟这小破庙大梁砸下来，把你砸出个好歹来。大水要冲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喽。不是师傅，今儿我就当你没来过，拿着你的贼签给我赶紧滚蛋！把你那洋皇帝喝的洋尿一块带走，不喝就到了吧。这是顾外交官随身携带的保险箱，撬是撬开了，只不过一个字儿都没有。要么是顾维良唱空城计，要么就是有人偷梁换柱。您说的这个人，不是属下吧？紧张什么？我办这些事儿虽然谈不上鞠躬尽瘁，但死而后已的心那是真真的。寰宇自有日月，良臣自在军心。还得接着查。放心，拉来那个王美人做凶手幌子，为的只是堵住民间谣言的嘴，免得一传二传，传出您的不是来。但暗底下查真凶，我是一刻也没停。只是丁某和他那个师哥郭德友一直咬着这个案子不放，属下担心这狗要是闻着肉味，迟早查到孙二娘。你当我这都督府是黑店，卖人肉包子？你看我这嘴，事儿办不好，话也不会说。把狗盯紧点儿，该给骨头的给骨头，该上棒子上棒子，用手。钱。什么洋钱呢？啊，穿的跟泡发的飘的似的，是吧？用不着咱们吓唬，自个儿照镜子都够他们仨一泡的。就是啊！想探咱龙王庙的深浅，今儿咱们就让他们瞧瞧，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啊！打今儿起，
老师队轮流值守，把龙王庙周围水域给我看紧喽。哎。